們的保固卡改版嘍，施工項目全面升級，未來將採用新版雙面保固卡，讓保障內容更完整，施工項目更清楚。那在影片開始前，記得幫我打開 CC 字幕。這是一台第一代的Hyundai Tucson，沒錯，雖然它已經進入老車行列，但車主愛車如命，還想讓它再陪自己好多年。所以今天我們要把它的內裝全部拆開，升級輕量化與金版隔音，讓這台經典的Tucson有種回春10年的感覺。那大家一定也很好奇，以前老車用料真的比較扎實嗎？它的原廠隔音又跟現在的車差多少呢？今天來了一台Hyundai Tucson1代，是一台年份蠻高的老車哦。那剛刚看它里程已經跑了17萬公里，不知道等一下我們在拆裝的時候會不會有一點困難哦？例如說一些零件的老化什麼的，在拆裝就需要特別注意。沒錯，这台車主已經做過了全車的膠條，今天想要更升級，還來做我們的雨鏡版底盤隔音，把前座後座的座椅全部都拆掉，地毯都掀起來。那像這麼大面積的，你會比較推薦的是什麼樣的制震材？都是這種大面積的工程，最推薦就是轻量化哦。为什麼？因為我們材料用的多，它的制震如果不是轻量化，它會很重哦。通常這種重量上啊，你用的片數越多，它的差距就會越大。對，你看一下底盤這個大範圍，我們要用那麼多片，所以車主就選擇輕量化的版本。原來是這樣子。對於我們的操控啊、油耗啊，影響不會那麼大。那既然今天拆的是內裝，我們還需要做什麼清潔？畢竟它是一台年紀比較大的車子。對，所以通常這種車呢，裡面的環境會稍微髒一點。哦，所以我們等一下就拆開來看。那有時候裡面還有意想不到的東西，驚喜包啊！那我們也順便來看一下，這種以前的老車呢，它的隔音用料是如何？有沒有跟現在一樣，都有加上一些細音的材料呢？事不宜遲，直接把它的車拆掉。那它的螺絲非常多，平常我們做氣密前面的蓋子，通常都是用卡扣的，它也是用螺絲把它鎖起來。不是有一種說法，就說以前的老車用料比較實在，就他們的工藝跟現在是有一點差別，會感覺以前的用料比較扎實，然後它就會變得比較穩。但是呢，它的隔音材料也是用雜花棉來做隔音，所以難怪車主想要再來加強一下。它的鈑金上也沒有任何的制震材。那我們拆開看到它的底盤是非常的髒，然後還有很多蟲絲啊，然後一些莫名其妙的污漬啊，而且超噁心的，它那個蟑螂的屍體只剩下頭而已，有2、3隻都這樣。還有剛好現在摸到它的刺，耶！所以我們要用吸塵器把一些大大小小的髒污吸乾淨，有一些污漬呢需要用到我們的泡沫把它刷乾淨，再把它全部擦一遍，就可以還原出最一開始最乾淨的狀態。後座它有一個溝槽，看起來以為是生鏽，結果我們用泡沫刷一刷，發現這樣可以把它清潔掉。那現在全部清乾淨之後，等它稍微乾燥一下，就可以來貼上我們的制震材。那我們剛剛在這個底盤就撿到這個翹板，不知道這是什麼時候。它是整個壓在那個地毯下面，而且它這個還是有，你不要把人家講出來。所以我們工具就是要小心啊，工具不要落在車子裡面。你看我才剛說會挖到吧，就真的挖到了。做之前做之後的檢查都是非常重要的。沒錯。那我們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孔位啊、線路啊，你都把它預留起來。那前面呢，還有一些塑料的飾板，也都把它掀起來，並貼上我們的制震材。還有我們最前面腳踏的地方，也都一併貼上制震材，讓它整體的完整性更好。就可以看它從前面腳踏到後座，都是貼滿我們制震材的樣子。這樣就可以有效的抑制我們底盤傳遞上來的震動。那因為我們的底盤呢，它的角度也蠻多的，所以我們的工具有很多大大小小不一樣的尺寸，就是為了要去迎合它的各種角度。像比較大面積，我們就可以用大尺寸的去做滾扎實的動作；小尺寸就一些邊邊角角啊，去把它做細節上的優化。那你可以看到我們制震貼上去，它也有各種角度，它不是完全平整，它是凹凸不平。因為我們是配合鈑金的形狀去塑形，所以我們這樣子貼完，就會看到原本鈑金的形狀都還在。那為什麼一定要滾扎實啊？如果我們制震材不是服貼的，它是浮空的，這樣它的效果會大打折扣哦。所以我們一定要非常的服貼，讓金屬傳遞震動的時候可以傳遞到我們的制震材，然後再借由制震材去把它抑制掉。哦，原來是這樣子。那現在我們就準備下一步貼吸音。那現在看到我們銀色的地方都已經變成黑色，就是我們把原本制震材的
範圍全部都貼上我們吸音棉。那我們貼吸音棉也一樣，要按照我們剛剛開的孔位去做開孔，貼的時候也不要拉扯到，它也是要完整服貼，那效果才會好。那現在我们的噪音源從底下傳到上面，先由支振材吸收振動，讓噪音先從第一關就稍微減弱，再來第二關我們的吸音棉，再來第三關就是我們的內裝地毯。所以經過這幾道關卡，在駕駛感受的時候就會有明顯的差異，可以變得比較沉悶，噪音不會那麼直接傳遞進來。都看到這了，是不是也想要來裝一下汽車隔音了？那我們其他影片也有一些出去實測的分貝數據，大家有興趣的可以去這邊看，可以參考看看。那我們現在等師傅們貼完，你就可以開始來復位。剛剛原本怎麼拆的，你就怎麼復位回去，讓我們的螺絲啊，左邊的就把它放回去左邊，右邊的就放回去右邊，因為我們都有一個盒子收集這些螺絲，分類分好。因為它一個底盤螺絲的種類型號也會有所不同，分類分好不只可以讓我們復位更快速，也可以明確知道什麼孔位對應什麼螺絲，因此這樣子我們就不會去裝錯出錯，因為我們一開始 SOP 就把它定制好。那全部復位完之後，我們要測試一下我們的電器，看可不可以正常的運作。例如這台電動座椅，在拆的時候就會有電線，所以我們把它復位之後呢，就要把它測試，看它是不是可以正常作動。不過這台要測試的地方好像比較少一點，畢竟也是年份久遠的車。對。不像現在什麼都是電動。以前有一派的說法，不就說比較喜歡這樣子的車，因為電動之類的比較不會壞掉，比較少。有的人喜歡純粹一點。對啊，就是電器類的比較少。那我們今天這一台底盤就施工到這邊結束，都看到這裡了。你們也想要做汽車隔音嗎？底下留言，喜歡的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，說不定下一台就是你的車。